荒野独居已经进行到第26天，仅剩下3名女选手留在场上。其中我觉得最有机会获得奖金就是沃尼亚，从开局就要领先其他选手很多。在收集贻贝时，发现有狐狸的足迹，沃尼亚预感陷阱那边会有收获，走过去一看，诱饵被吃光了。就剩下一小撮狐狸毛在那，沃尼亚需要将陷阱重新调整一下，在这个小地方再加一个装置，额外增加1条隧道入口，设置不同颜色的陷阱，这样即使狐狸顺利避开了第一个，在进入的过程中还是会被卡住。为了能够吸引狐狸过来，甚至拿一大块兔肉去当诱饵，还把自己头发拔下来编织成细绳，一直忙碌到天黑才将陷阱弄好。这要是还抓不到狐狸，沃尼亚怕是要气到退出挑战了。考利那边已经彻底摆烂，现在站起来都觉得有点头晕。要是今天陷阱里面还没有吃的，他也只能回家吃顿好的了。来之前打算靠吃贻贝多熬几天，没想到吃了之后，身体变得更加难受。丛林这边的陷阱都是空的，松鸡陷阱到现在连根毛都没有看到。考利觉得陷阱都挺好的，都怪道具组没有多准备点吃的。现在心情非常复杂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还是想继续留在这里。最后的希望就是那捕鱼器了。湖面那边已经结了一层冰，考利不知道捕鱼器那能否正常使用，走到岸边将捕鱼器回收。幸好那冰并不是很厚，用点力还能破开。为了省点力气，考利捡了块石头砸开冰面，很快就看到捕鱼器上来了。考利紧张的将它拎起来看，然而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这下考利彻底失去待下去的欲望。大家觉得是他是运气不行还是技术不过关呢？考利就这样静静坐在石块上享受最后的时光。不知道待了多久，考利回到营地后就立刻拨通节目组电话。回去之前不忘将所有陷阱清理干净。与上次挑战比，这里的环境更加恶劣，资源也要少了很多。要是肚子能够适应这里的贻贝，考利觉得自己应该还能多熬几天。很快节目组的人就过来了。考利在这里待了26天，比起300万奖金，他更希望有个健康的身体。就这样带着遗憾退出了挑战，希望还有机会能够参加荒野独居。现在场上就剩沃尼亚和米歇尔，不知道他们能否顺利完成挑战。米歇尔虽然也有狩猎到食物吃，但是对于他来说完全不够，每天肚子还是感觉饿得不行。他也不知道这样下去身体能坚持多少天，急需一些食物补充能量。唯一稳定的食物来源就是蛤蜊和贻贝，海岸那边随便捞一下就能得到一堆，但是得到的能量并不多。米歇尔至少要煮10几锅才能勉强让身体舒服点。虽然来之前已经增重了10几斤，但是明显不够用，早知道就再心狠点，再多个20斤，他觉得自己能够轻松过完50天。今天收集到蛤蜊里面有很多沙子，这样本来心情不佳的米歇尔更加难受了。他不知道自己具体体重，希望不会轻到被强制退赛就行。吃了100多只贻贝和50只蛤蜊，现在肚子勉强感觉舒服了一点。趁现在有点力气，到远一点的地方看看。雪地上并没有看到什么痕迹。来之前节目组还说这边动物有很多，米歇尔感觉自己被骗得不行。距离挑战结束还有22天，光靠蛤蜊和贻贝根本没法撑到结束，哪怕躺在营地也得消耗不少能量。就在他想要回去时，突然看到有只兔子自挂东南枝，这可把米歇尔高兴到哭了。有了这兔子又能够多坚持多几天。擦干嘴角的泪水，将兔子取了下来，块头还算不错，要是能多来几只就更好了。米歇尔也不知现在还剩多少选手，要是没有人完成挑战，那奖金就进节目组口袋里。他希望最后奖金就剩自己一个人独享。熟练的将兔子皮毛切开个口子，将多余的部分清理干净，很快就得到一大锅新鲜的兔肉。米歇尔还想着尽量剁碎一点，这样看起来肉就会多一点，煮熟后的兔肉味道会更美味。手中的鸡腿瞬间感觉不香了。随着气温下降，小溪那边已经结成冰，沃尼亚踩在上面蹦迪都没问题，到时可以考虑到冰上钓鱼，这也是获取食物的好办法。隔壁就种着一些蓝莓，沃尼亚平时就喜欢摘点当零食吃，味道尝起来还不错。天气再冷点估计就吃不到这些了。地上有个坑没注意到，差点那脸就要跟地面亲密接触，周围没有看到熊的痕迹，这对沃尼亚来说有点可惜。要是能搞到一头熊，别说50天了，100天都不是什么问题。只能捡些火绒回去用手扯实在是太慢了。取出小刀进行收割，这些足够他用到比赛结束了。就在沃尼亚以为一切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时，那刀不知咋地就把手割伤了，切了个大口子。在这里经常要触碰到动物，特别容易导致伤口感染。早知道会这样，就不贪方便把手套脱了。幸好这里距离营地并不算太远，立刻回去用纱布包裹住伤口。现在只能放弃继续收割更多的火龙，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后面的挑战了。缠太后又担心手套塞不进去，这种情况下只能尽量保持干净，确保不会感染。
现在也没啥事做，去看看陷阱那边怎么样。刚走没多远，就看到那边有只狐狸被动的帮应。让沃尼亚没想到的是，这狐狸甚至没有进入新建的隧道入口里面，就在旁边的陷阱那中招。看来这也不是很聪明的样子。接下来要将狐狸好好处理干净。我就好奇这肉味道怎么样。沃尼亚觉得有点可惜，陷阱耗费了这么多时间精力，一点用都没。不知道狐狸的气味能不能吸引到其他狐狸过来。别看这块头挺大的样子，其实里面的肉并没有多少。沃尼亚也是第一次处理狐狸，从下面那个口子开始切割到腿那里，尽量将皮毛完整剥下来，这还能当围巾进行保暖。很快就已经将狐狸处理好，可以看到里面的肉真没有多少。将不吃的部分清理干净，沃尼亚处理起来相当小心，生怕割破肠子把肉给污染了。把肉切成块状放到锅里烹饪，不熟的肉吃下去很有可能会让身体难受。沃尼亚宁愿那肉炖到烂，也不敢拿自己的身体去冒险。随着香味越来越浓，沃尼亚取下一小块肉放到嘴里品尝，虽然什么调料都没有放，但是对这肉非常满意。度过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夜晚，距离挑战成功还有20天的时间。沃尼亚并不想浪费这狐狸皮，他准备弄一个刮皮两，这样就能刮干净这兽皮，还能顺便弄出点肉末煮汤喝。现在要找一根粗壮光滑的木杆进行加工，制造难度倒不是很高，就是需要花点时间进行刮皮。将加工好的木杆架到树上，这样就是一根很好的刮皮梁。将狐狸皮反过来套进去，就这样用钢条不断在上面来回刮痧，可以看到上面还是有不少肉的。沃尼亚对着脂肪非常满意，恨不得现在就把这些舔干净。这些弄下来的脂肪，平时就能放1个月，现在这天气放上1年都没有问题。一番忙碌过后，沃尼亚就得一条真皮围巾。虽然这味道并不是很好闻，但是裹在脖子上是真的暖。要是能再来多几只弄成毯子就更好。米歇尔就没有沃尼亚这么享受了。现在气温只有零下几度，为了确保身体能够扛得住，他必须得到外面收集柴火和狩猎食物。一路走过来都没有看到什么动物的痕迹，这多少也让他觉得有点难受。陷阱那就更不用说了，都被雪给覆盖住，还要浪费时间重新安放。米歇尔走着走着，突然发现上面有只松鼠在那看着他，刚想拿起弓箭，那松鼠就溜了。米歇尔也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，现在想弄点吃的都这么难，天气变得越来越糟糕，湖面那边都已经冻结，想找些蛤蜊吃都麻烦。他还是觉得找松鼠麻烦比较有看头，尝试射了几箭过去，没想到还真的让米歇尔给猛中，正好回去炖一锅松鼠肉吃。块头并不是很多，基本上也就够塞牙缝，吃剩的骨头不要扔，到时还可以拿去煮汤喝。反观沃尼亚那边打算尝试到湖那抓鱼吃，他不是很确定这冰面的情况，稍微踩了下感觉并不安全。为了确保掉不进水里，用石头搭建了一个小梯子，这样就能方便轻松打水。冰面的厚度还不是很够，看来还是得过段时间才能吃到鱼了。沃尼亚感觉这天气越来越糟糕，看起来像是有场暴风雪要来。他现在也没有心情关注其他选手情况，现在只想快点回到庇护所那取暖。暴风雪比想象中还要恶劣，米歇尔和沃尼亚都不怎么想外出，问题那肚子实在饿得不行，出去一趟衣服都要湿透。陷阱那边一点收获都没有，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眼看就剩18天的时间，不知道他们能否顺利完成挑战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